Welcome back to M. Ratthich Channel, the best place to learn table tennis. Hello. After winning the gold medal in Paris Olympics 2024, Fan Zhendong was so stressful. In the recent interview, Fan Zhendong talked about his retirement for the first time. 其实我来之前，我一直在想，就这2天你心里会不会有点焦虑？因为我听说你又上热搜了。日常当然这些我知道是必不可少的，但有的时候可能还是相对于来说会更享受在场上的时刻吧。因为其实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会完全的投入专注，然后进入一个自己的这种世界或者是自己的这种感受里面嘛。巴黎奥运会是樊振东职业生涯中的第2次奥运会。在男子单打比赛中，最严峻的考验并不是决赛，而是赛会头号种子、现世界第1的王楚钦2比4不敌瑞典选手莫雷加德，无缘男单16强。因此，男单夺冠的压力全都集中在了樊振东的身上。现在回头想包括再去开会总结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后怕的，因为前8里面可能就剩我1名中国运动员了。如果输了很多记录，或者说很多队伍的这种光荣的历史，是不是就要在自己手上给葬送了？赛前抽签，樊振东被分在下半区，同处下半区的还有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中国台北名将林昀儒、东道主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等，可以说是场场硬仗。8月2日，樊振东在1/4决赛遇到了他的老对手张本智和，在此前的10次交手中，樊振东以7胜3负占据上风。在看那个你跟张本智和打那场比赛的时候，我看到有网友说不行，我得吸会儿氧，说现在来上个呼吸机，就各种这样的一个调侃。但实际上确实感受到了那个时候的紧张。我因为自己参加2届奥运会嘛，我认为都可以是压力最大的一场球吧。当时觉得这会是一场这么难打的仗吗？想到了会很难打，但是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局面嘛。我想到了会落后，就包括0比2落后什么，但是真0比2落后跟你想的时候，那还是不一样的感觉。什么样的感觉？真落后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压迫感吧，可能就是因为一共就7局4胜，你0比2落后了，这种时候就是几乎没有犯错的机会了吧。那个时候大家看到你中间就换了一趟衣服，在换衣服的时候，你在想什么？首先，这个行为或者说这个想法，我觉得是想调整一下自己的节奏吧。因为当时这是你主动提出来的，还是王浩教练要求你换衣服？我记得是他说的。赛前我特意跟他说了，我说这场球我带了3件衣服，只要感觉不对，我们就可以去换。虽然这个调整看似好像是很细微的，但是自己还是愿意去做、去尝试、去看有没有可能改变这个比赛的进程吧。这个过程里，王浩教练说什么了吗？让我冷静，再一个就是鼓励，然后会造成落后的局面，是因为你做不到你想做的那个样子，你才会落后。真的，当你换完衣服回到赛场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换了一个人吗？我不确定，就是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做到，但我相信我自己能做到。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比分咬得特别紧，就那种状态，那种焦灼的状态，你怎么才能够让自己的心稳下来，还相信自己，还觉得自己能行？在1比2落后的时候，那一局赢下来，就像一个把头埋在水里的人能重新把头抬起来的这种感觉吧。因为其实前面一直是在被压着，就是不管是大分小分局面都没有这种可以让自己喘口气的机会。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看到你跟他在表情上有非常大的反差，就你是无论赢球还是输球好像都没有太大的波动，甚至有的时候输了一个球你还会好像那种很自嘲的笑一下。因为在那一刻你想做的东西对方肯定不会让你做的。你在这个时候我能做什么能让这个比赛
有可能朝着有利我的方向发展，那么我就去做。因为比赛也没有结束，或者说他打得好，我觉得我可以为你鼓掌，但下一个球我还会再来。我觉得是这样一种状态。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你是一个完全的释放和爆发。那个时候是发生了什么，让你突然之间有了这样的释放？在开局跟中局，其实对手也发挥得非常好，但是可能打到尾局，我觉得那个时候自己首先没有保守吧，并没有想着往后等、往后拖，而是在前面直接就主动出击，所以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应该会有一些时刻，你就想让对方知道你打不败我。确实，首先在奥运会这种赛场上，它绝对不仅仅考验的是你的技术实力，绝对考验的是综合实力。我觉得对手是敢拼，他敢去想着去咬你一口，但是作为我们肯定永远是敢赢，我们是不管你拼成什么样，我们想的都是赢。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中国乒乓球能够一直长盛不衰也好，或者说打到关键球有时候就赢对手2分也好，我觉得是这样一种内心的力量。这一局比赛结束了，仰天把双手展开，表情特别从容，好像世界和宇宙都被你抱在了怀里。我觉得首先是一种释放，连这种困难、这种处境都能够去扭转回来，我觉得自己真的挺棒，就是这种感觉。虽然这只是一场8进4的比赛，当时赢完我也不确定我最后能否获得冠军，但是我觉得在那一刻我是成功的，或者说在这一场球我是做到了战胜自己。战胜自己的那一刻，有的时候甚至比你得到任何的荣誉都能让自己感受到更多成长。可能原来觉得一次比赛你必须最后拿到冠军，好像才是这一次比赛才是所谓成功的，但是其实过程中你还会有很多可以磨练自己、战胜自己的阶段。即使你最后没有获得这个冠军，但也无需去把那些过程中你的一些所谓战胜自己这样一种过程去给忘。从2013年初到巴黎世乒赛到2024年奥运会，巴黎再一次成为樊振东的福地。北京时间8月4日，樊振东以4-1的大比分击败莫雷加德，赢得了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项目的金牌，使他成为继马龙之后又一位超级全满贯的乒乓球男运动员。樊振东少年成名，被誉为新一代的乒乓天才。11年间，他展现了状态稳定、技术全面的特点，获得无数冠军。但备战巴黎奥运会，他却经历了自己的低谷期。WTT 球星挑战赛多哈站中途因伤退赛，新加坡大满贯止步16强，仁川冠军赛止步半决赛，澳门男子世界杯无缘4强，沙特大满贯止步16强。我觉得会有这样的困惑吧，或者说这种困惑。对，就是觉得好像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总是离我想要的差那么一点。所以你有过熬的时刻？有，其实大家都说我现在是超级大满贯了，但其实我所有比赛的亚军我也都拿过，但我其实一直觉得那些亚军是财富，只是有时候不太好去跟别人这么说而已。我们都说叫熬的时候就得能耐得住寂寞，然后忍得住冷板凳，然后能永远相信自己。除了乒乓球，我挺喜欢看一些别的体育项目，像皇马的2次欧冠，就是一个22年。他也是全部落后，就是逆转。我就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包括自己也说，在中场哨响之前，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冠军对于你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不能失败。我觉得，因为这就是代表男队的一个整体实力。
男子团体决赛的对手是瑞典队。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双方在世界大赛中频频上演巅峰对决。不过，进入21世纪后，瑞典队青黄不接，直到近几年情况才有所改善。莫雷加德、科尔伯格等一批队员的出现，给国乒构成压力。而在今年2月的釜山世乒赛上，中国男团在与韩国队的半决赛上也曾上演惊险一幕。在王楚钦和马龙遭遇输球的情况下，樊振东独得2分，3比2逆转，战胜韩国队，闯入决赛。这樊振东是3比0战胜了张玉珍，帮助中国队扳平了比分。会不会有那么一刻，眼前会浮现出，釜山世乒赛当中你们3个人的那个状态呢？其实每一场球，不管是准备啊，还是互相提醒，都会以那场球为例子。那是男队近些年来吧少有的这种困难局面，特别是在团体赛上，所以对于大家来说，肯定是记忆非常深刻的。我们3个人在聊的时候，都会去想，一上来就要主动。之后我看到你的整体状态也是松弛的，你选择了姆巴佩那个庆祝进球的方式，是灵感一现还是之前设计了？单打也是姆巴佩，但没做好。在法国，这次正好在巴黎的奥运会，其实这次比赛现场的这种氛围，其实让我挺震撼的。然后打完单打决赛，其实我也觉得，还是想用这种方式，一个是跟他们有一些互动，再一个也是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一些感谢吧。这是让我挺感动的一点。我觉得现场的观众，不管他是给谁加油的，他都是能够让这个比赛变得更加精彩。在这其中，我觉得也能够更加享受、更加释放，然后发挥出自己更高的水平吧。我觉得。结束巴黎奥运会的征战后，樊振东今后的计划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他本人透过媒体不止一次表达了退役的想法。有球迷撰写了樊振东2021年东京奥运会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这3年周期背后的酸楚，其中就提到了樊振东和饭圈文化之间的紧张状态。对于你写的那张纸条说巴黎挺好，未来会更好，有一些人揣测说你未来是不是要做一些跟乒乓球没有关系的事情了，害怕你退役，害怕你离开。首先在这样一种环境或者说这样一种状态下，已经有了挺长一段时间吧，我其实一度也很被这些去困扰。你指的是饭圈文化对于你造成的困扰吗？对，感觉这个对项目的发展，包括对个人，我觉得都会造成挺多的影响、困扰，甚至是伤害吧。我觉得伤害过你吗？大大小小的事件，我觉得也经历过一些吧。不管是对自己，还是说对队伍，还是说对大家这种团结，其实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吧。我觉得。近期，公安机关会同相关部门依法打击整治体育领域饭圈违法。中国乒协指出，饭圈乱象已经严重干扰中国。在一些体育项目和优秀运动员受到关注和追捧的大环境中，出现的非理性追星行为被称为饭圈文化。从社交媒体上粉丝之间的互撕谩骂，到线下追星时的围追堵截、恶意攻击，部分极端且失控的饭圈行为很难不对运动员的比赛、训练乃至日常的生活造成影响。8月17日，中国乒协发布声明，强烈谴责了饭圈乱象。就其实这个时候会感觉到运动员本身的无奈啊。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输球也不行，赢球好像也没那么行。你们除了在技术上更强大之外，在心态上、在性格上、在胆识上，包括在处理和世界的关系上，都要变得更强大一点。我自己吧，可能非常渴望在赛场上能够成为焦点，但是下来以后又特别不希望成为焦点，而且我认为这是运动员本身比较正常的一种状态吧。但是现在可能在场外的很多东西被放大、被
过度关注以后，会觉得压力很大，会觉得确实就是无所适从嘛。我在互联网上看到过你很多次叫怒斥饭圈文化，是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吗？我觉得首先需要去表达一些自己的态度吧，通过一种合理的方式或者说正常的渠道，我觉得要去有一些自己的态度，而且我也没有担心大家会因为这些不喜欢我、不关注我。然后再一个，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我的引导，能够让这个项目包括体育的这种氛围能够更加健康、积极向上。你发了那条微博之后，大家都在揣测说你是不是要退役了？真的吗？我觉得确实打完这些奥运会非常累吧。我觉得首先还是需要好好休息，就包括对于下届奥运会，其实目前完全没有考虑，但是未来会怎么样，我觉得还是交给时间吧。 Read more about table tennis on my blog, pingsunday.com. Get free ebook and coaching advices.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